斯普利特，克罗埃西亚的第二大城，也是达尔马齐亚的海岸核心。我们先从这一座奢华的皇宫开始讲起。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动用了2000位奴隶，从布拉群岛搬来光泽的白石，进口了意大利和希腊的大理石。眼前罗马式的高楼，爬上去可以看到整座海港。不惜成本，花费了10年的时间，打造了这座宫殿。目前也是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罗马皇宫之一。Hello， 我是头马，接下来我带的是戴克里先宫。斯普利是克罗埃西亚的第二大城。说到这戴克里先，他是罗马的皇帝。他在晚年的时候，因为他要在这边养老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一座城。但这一座城经过非常多次战争的毁灭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遗迹。我们待会再来看看。这里原本是皇帝的陵寝，之后主教把它改为天主教教堂。直到这座罗马式的钟楼树立起来之前，陵寝的建筑外观都没有改变过。2扇左右大门各14幅，上面雕刻的是耶稣的一生，生动的浮雕可是当时最棒的作品。这里戴克里先宫，古代罗马戴克里先皇帝从西元2世纪开始就在这边建成。罗马皇帝的战败，然后威尼斯人来这边，法国拿破仑也来到这边，直到现在的今天，这里充满了历史文化。在整个宫殿里面呢，其实还有很多来自于埃及的黑色花岗岩所雕刻的人面狮身像，但是所有里面人面狮身像，唯一只有这个的头是保留的，因为那时候你因为异教类的关系，拿破仑来的时候把很多的狮身的头都把它砍下来了，唯一保留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座。皇帝死后，这里成了罗马统治者的休闲度假胜地。直到附近的城市遭到入侵，大批的难民逃往了斯普利特，这里才慢慢出现了平民。在克罗埃西亚使用的货币呢，叫做 kuna。kuna 呢其实是貂皮的貂的意思，以物换物是以前这边克罗埃西亚的一个传统，到740 kuna 就可以退税。换算成台币的话呢，就是1×5。走在这个老城区里面呢，处处都有小巷子。巷子里面现在都已经跟有餐厅、有卖纪念品的地方了，般的店家融合在一起了。在克罗埃西亚著名的呢，西装一定要有一个领带。为什么会有这个领带呢？是因为以前的士兵为了思念他的家人，他在离开家门之前呢，他的家人就会帮他别一段丝巾在他的身上，然后演变成现在货可不缺的领带。除了领带之外呢，松露也是非常有名的。除了可以做果酱之外，还有红酒啊、白酒啊，这些都可以做。顺着中庭的楼梯往下走，似乎来到了地下室。其实这以前是地下大厅，当初躲进皇宫的居民住进来，再也不想离开，制造出的垃圾直接排放到这里。直到考古学家清除这些垃圾之后，整个皇宫才重见天日。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被清除完成。现在托马站的位置呢，是这个皇宫里面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地方。这边其实算是它的地下室，这里面以前都是放垃圾的地方。而另外一边的出口后面是一片海，在当时罗马皇帝方便他逃至，然后又是一个后宫的密道，所以在战争摧毁的时候，反而是现在保存最完整的地方。皇宫以堡垒当作样本，几乎已经算是一座城市。整座皇宫城墙高26公尺，4个角落都有高塔，4座城门以街道相连，再把皇宫分成了几个大区块。经过了数个世纪，拜占庭、威尼斯、奥匈帝国的接连统治，历史遗迹、神殿、陵墓、教堂、居民、商店共同居住在这皇宫里。也许有些杂乱，却有自己的发展逻辑，错落有致。
整个代克里先宫中间分为十字线，然后有金、银、铜、铁4个门。现在在我身后的呢是金门，也是主要他们军队所要来的地方。然后另外呢，这边有一个很大巨大的雕像，他是一位主教，也是第一位赶向罗马皇帝用南斯拉夫语传教的一位。我们只要去摸他的脚拇指，就可以带来好运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城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人民广场树立的雕像，他是克罗埃西亚的文学之父 Marko， 他同时也是斯普利特的市民。当时第一首使用克罗埃西亚语言的史诗，激发了人民反抗外抗的侵略，保护自己的家园，开启了克罗埃西亚文学创作的文艺复兴大门。在这个古城，如果你走累的话，旁边其实有很多餐厅跟咖啡厅，然后都可以让你做选择。除了呢经典的意式咖啡之外，其实红白酒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来好好享受这一杯便宜又好喝的白酒。2次世界大战后，斯普利特转变为工业大城。随着克罗埃西亚旅游的发展，如今的港湾呈现了一片龙井。斯普利呢，除了是克罗埃西亚的第2大城之外呢，在这边呢算是克罗埃西亚狭长型的中间呢，也是它重要的港湾。你会在斯普利这个地方呢搭船前往各个小岛。这条大街到了晚上变成了知名的夜店区，与皇宫内的古老街道相比，仿佛就是2个世界。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订阅、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个景点见，拜拜。